他死后最强的女海贼终于公开，在弹头岛登场，战斗力逼近4皇级别，她还是尼可罗宾必须要击败的人。大妈带着半个海贼团去和之国，本想着联手老情人凯多干掉草帽路飞，却被基德和罗开启果实觉醒击败，最终与凯多一起在岩浆中沐浴。大妈死后，谁才是最强的女海贼呢？有人说是波雅汉库克，她有16亿5900万的赏金，还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霸气。前海军元帅战国也说他有准大将级别，而且汉库克的甜甜果实还拥有神级能力。就连黑胡子都说没人能躲避石化攻击。也有人说是凯多的女儿鬼之子大和，她吃了幻兽种拳拳果实大口真神形态，而且已经将其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单挑世界最强生物凯多也有一战之力，大和也拥有霸王色霸气，是否掌握霸禅暂且不确定。不过大和对战绿牛被对方完虐，整体战斗力应该还比不上波雅汉库克。黑胡子海贼团有个女海贼叫戴鹏，她吃了幻兽种拳拳果实九尾狐形态，只要用手触摸到对方就能变成相同的模样。他和范奥卡一起抵达弹头岛执行任务，意外之中触摸到五老星萨坦圣的蜘蛛腿，然后说了一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能力呢？可见戴鹏也能复制被他摸到人对应的能力。之前他就被称为海底监狱最凶恶的女罪犯，现在拥有萨坦圣的能力，整体实力不会比大将差。而且戴鹏还可以触摸自己的船长黑胡子，使用暗暗果实和阵阵果实的力量，假如他的霸气能强一些，战力妥妥能接近4皇。草帽团与黑胡子海贼团的最终决战，不出意外，戴鹏的对手将会是尼可罗宾。即便罗宾能够获胜，也会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苦战吧。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，五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。CP 组织看似很强，战斗力却垫底。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，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。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，除了搞情报，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。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4皇团，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。在鬼岛战争中，两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，结果还被对方反杀一人。卡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，也掌握了果实觉醒，结果被索隆吊打。还有陆奇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。面对武当状态下的路飞被完虐，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，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，可以单独面对4皇，而且海军人数众多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。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，青雉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，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。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，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。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，对战巨人茉莉首长被刺穿处于劣势。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，虽然人数众多，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。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五老星的存在，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。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，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。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，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。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，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。五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。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，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。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，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，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，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。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不出意外，五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。不管是海军还是五老星，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。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，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，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。世界会议过后，赤天使登场，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。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，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。还有 CP0 的卡库，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，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。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，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，它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，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。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，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。曾经对战多拉格惨遭暴打，亲生女儿差点被亲自干掉。赤犬身上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秘密？年轻的赤犬和黄猿一起加入海军，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剑士，可能是觉得修行道路太艰苦，赤犬果断放弃梦想，吃下岩浆果实。尾田曾在赤犬的生命卡中强调过，岩浆果实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攻击力，甚至还开玩笑的说过，赤犬的实力等于10个白胡子黄猿和亲自加起来，即便是海贼王罗杰与他战斗，也只能挡住赤犬一拳，第2拳会战败。虽然这是尾田在 SBS 中的戏言，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赤犬的恐怖战斗力。在马林范多见到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从天而降，赤犬的表现很是特别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叫路飞草帽小子，而是不断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。即便是面对白胡子海贼团的众多队长，也要将路飞的脑袋留在马林范多。只能说赤犬对龙的实力非常清楚，担心路飞会成长为他老爸一样的强者。从此是否可以推断出赤犬与龙有过交战，结果是被龙狠狠揍了一顿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赤犬为了当海军元帅，与青雉在庞克哈萨德决斗，两人大战10天10夜才分出胜负。青雉以微弱的劣势战败，却被打断一条腿。赤犬也丢掉男人最重要的东西面子，
面对吴老星被骂他的面子不值一提，还有手下的大将藤虎也没给他留面子，在电话虫中与赤犬互相骂了起来。后来亲自透露说，赤犬在那场战斗中被打得满身是伤，碍于面子没有对外人说。卡普带着 SWORD 成员去蜂巢岛救克格，其中有一个女生叫云雀，她使用贝加庞克制造的武器，从战斗表现来看并不算什么强者。有细心的海米发现，云雀衣服上的图案与赤犬身上的纹身一模一样，因此推断出云雀就是赤犬的女儿。从两人的年龄来看，这种关系的确成立。还有亲自在对战 SWORD 成员时，没有攻击实力更强的格鲁斯和孔雀等人，反而是将实力很弱的云雀冻成雕像，有一种拿赤犬女儿撒气的感觉。不过赤犬与卡普也算是仇人，按理说不应该把亲生女儿放在他身边才对。目前赤犬身上还有一个谜团没有公开，就是会不会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，只有前元帅战国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。亲自与卡普战斗出现过黑色闪电，不是霸缠攻击，更像是武装色碰撞。赤犬的生命卡也没有显示拥有霸王色，难道他真的没有成为王者的资质吗？盘点6个已经重生的恶魔果实，成就3皇一帝。不过有2个神级能力惨遭浪费。第一个是超人系阵阵果实，上任能力者是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。当初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白胡子展示过毁灭世界的力量，就连英雄卡普也感到畏惧，让手下的海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拖着重伤的身体暴揍赤犬一顿，差点让赤犬跌入大海丧命。白胡子死后，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，立马就叫嚣自己是最强男人。黑胡子显然是在吹牛逼，被变成大佛形态的战国一巴掌拍吐血。还有面对香克斯的红发海贼团，他也不敢应战，带着手下乖乖离开。黑胡子对阵阵果实的开发并不好，没有达到白胡子毁天灭地的高度。对战赏金只有30亿的罗，只用阵阵果实战斗被狠狠揍了一顿。第2个超人系魂魂果实，第一任能力者是莫罗修女，她没能用魂魂果实提升战斗力，最终被爆发事实症的玲玲吃掉。大妈利用魂魂果实带来的力量，一步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。不仅可以利用灵魂创造霍米兹战斗，还能利用寿命进行治疗和提升实力。可惜的是没能将魂魂果实觉醒，被罗和基德联手打败，跌入岩浆中丧命。第3个是透明果实，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，却能完成很多人的梦想。第一任能力者是阿布萨罗姆，靠着透明果实差点将娜美占为己有。溪流得到透明果实后，除了搞隐身偷袭，也没开发出特别的用处。如果透明果实不能让见闻色失效，溪流与索隆的最终决战必定会惨败。第4个是烧烧果实，上一任能力者是艾斯，对果实开发堪称完美，不仅有单体爆发和远程输出技能，还有很不错的群攻 AoE 技能。可能是艾斯太依赖烧烧果实的强大力量，才导致他丧命岩浆拳头之下。萨博是烧烧果实的第2任能力者，将霸气与果实的结合非常完美。对战黑胡子海贼团第1船长巴沙斯，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。与大将藤虎战斗，从场面上看也是5-5开，实力绝对有大将级别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从吴老星和伊姆手中逃走，也被世人称为炎帝。第5个是超人系屏障果实，第1任能力者是黑炭蝉丸，出场次数不算多，制造出来的屏障连光月玉田都无法攻破。第2任能力者是巴托洛米奥，靠着屏障果实拥有堪称无敌的防御，即便是能打伤4皇的王者之拳，也不能攻破小巴托的屏障防御。只可惜这2人都浪费了屏障果实，没能开发出很强的攻击招式。第6个是超人系模仿果实，上一任能力者是黑炭木蝉，靠着模仿能力杀害光月兽喜烧，帮助黑炭大蛇成为和之国将军。现在是小冯吃了模仿果实，目前正在推进城的人妖乐园享受。不管是小冯还是黑炭木蝉，都是模仿外表，并没有拥有被模仿人的实力。如果能模仿顶级强者的攻击招式，模仿果实绝对是无敌的存在。赤犬畏惧的人到底有多强？全部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赏金总和超过200亿贝利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亲自率先出手冰封巨大海啸，又主动攻击白胡子，被震荡波从空中击落。黄猿甩出大招8尺琼勾玉，企图对白胡子进行斩首行动。光粒子被马尔科全部挡下，自己也挨了一脚被踢飞。只有赤犬在忌惮白胡子的实力，没有立马攻击世界最强男人，利用大窝蜘蛛与罗杰的仇恨，策反他捅穿白胡子的胸膛。之后赤犬才敢站出来战斗，用岩浆拳头重创白胡子的胸口。见到艾斯丧命在岩浆拳头之下，愤怒的白胡子来到赤犬身后，赤犬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，明显是在忌惮身后的世界最强男人。白胡子不愧是赏金50亿4600万的人，拖着重伤的身体差点干掉赤犬。路飞抵达马林饭多后，战国第一时间曝光他的身世，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，老爹是革命军的首领龙。赤犬露出愤怒的表情，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，必须取下他的首级。干掉艾斯之后，赤犬拼尽全力追杀路飞，盛平出来阻挡没用，马尔科和比斯塔出手保护路飞，也没能挡住赤犬的脚步。被白胡子暴揍一顿后，赤犬拖着仅剩的半条命，仍然要追杀路飞。可见赤犬非常忌惮龙的战斗力，担心路飞会继承强大的基因，毕竟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。据说赏金拥有50亿贝利。为了将路飞的命留在马林饭多，
赤犬甚至对同伴科比出手，见到香克斯挡住岩浆拳头，赤犬一脸惊恐吓的冷汗直流。他很清楚香克斯的战斗力，但凡自己敢动一下，脑袋必定落地。当香克斯放走路飞时，赤犬也只能嘴上说说，不敢与之战斗。毕竟香克斯拥有40亿4890万的赏金，赤犬自然不是他的对手。世界会议开始前，海军监测到大妈与凯多通话，目标是草帽路飞。黄猿主动请求去和之国一趟，赤犬立马让他最好不要去，嘴上说是担忧和之国的武士，真实情况是忌惮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之后的剧情也强调了，海军不敢管和之国的事，是因为凯多的存在，毕竟那是世界最强生物，赏金达到46亿1100万，大将完全不是对手。得知路飞击败凯多和大妈之后，赤犬派遣绿牛去和之国处理残局，特意强调让绿牛不要去招人路飞，也是在忌惮赏金30亿的新四皇。路飞觉醒换受众尼卡果实后，战斗力完全在海军大将之上。此时的赤犬略微有些惆怅，为何会在如此乱世成为海军元帅？只存在于 Big Mom 海贼团的食物系果实，曾经吊打过路飞，也玩虐过娜美，还有一个得到过2位四皇的认可。第一颗是甜甜果实，拥有制造粘稠状糖浆的能力，能力者是四皇大妈的长子佩罗斯佩罗，他能用糖浆制造各式各样的武器战斗，也能将人体包裹在糖浆内让其窒息，将糖浆凝固变硬，还有不错的防御作用。不过防御效果太差，很容易被敌人打破。甜甜果实的弱点是怕热，简直被火系果实完克，这也导致佩罗斯佩罗的战斗不算强，拥有7亿贝利的赏金，却没能成为甜点将星之一。第二个是饼干果实，能力者是克利架，只要双手拍一拍，就能制造出坚硬的饼干，不过防御的硬度比不过钻石果实和屏障果实。与路飞战斗的时候，克利架制造出大量饼干士兵，能抵御2档和3档的攻击，只有靠4档才能击倒他们。不过饼干士兵特别怕水，变软后战力下降，口感也会提升。路飞吃起来毫无压力，才能打赢赏金8亿6千万的克利架。饼干果实最适合让乔巴吃，能避免自己当储备粮被下锅的窘境。第3颗是奶油果实，吃了它注定会单身一辈子，不仅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，还会大大拉低你的颜值。欧佩拉吃下奶油果实后，脸部和鲜奶油一样软塌塌的，还有乳白色的液体流下，看起来非常恶心，让人不敢靠近，而且奶油还有很强的灼伤能力。试问哪个美女敢拥抱它？第4颗是黄油果实，拥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，能力者是大妈的女儿加蕾特，用黄油束缚住敌人后，只要被束缚的生物听到她的呼唤，身体就变得无法动弹。娜美与加蕾特战斗时，双手被控制后，只能任由对方摆布。如果遇到武装色很强的对手，黄油果实的战斗力几乎为0。第5颗是诺诺果实，属于超人系却拥有自然系的属性，能力者是卡塔库利，赏金达到10亿5700万贝利，不仅能从身体内制造年糕，还能将自己身体变成年糕。在对战路飞的橡胶果实时，诺诺果实展现碾压级别的特性，不管路飞使用什么样的招式，都会被卡塔库利用更强的招式压制，配合武装色和见闻色御剑未来使用，完全吊打4档状态下的路飞。这也让很多海迷认为卡塔库利拥有接近大将级别的实力。黑胡子派大将亲自去抓布林，也是在忌惮卡塔库利的战斗力，担心让其他同伴闯入蛋糕岛，很可能会被卡塔库利击败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卡塔库利与香克斯一起对抗歌之魔王，使用出见闻色御剑未来，战斗力也得到了4皇香克斯的认可。如此来看，当年路飞能击败卡塔库利，实力真的超越对方了吗？马尔科挡下凯多的热息拯救娜美，路飞在鬼岛屋顶觉醒换受众尼卡果实，海贼王1070集动画更新，乔伊波伊正式归来。因为 CP 0小队长的介入，路飞倒在凯多的狼牙棒之下，4档也随之消失，两眼翻白，一个人静静的躺着。城堡内的战斗还在继续，所有人都在等待路飞的凯旋。此时桃之助对大河说，完全感受不到路飞的气息。CP 0的小队长拉低帽檐，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。面对凯多的狼牙棒，他没有做任何反抗，静静等待死亡，没能与路飞展开公平的决斗，让凯多变得异常愤怒，变成一条巨龙，朝着城堡的会场吐出一股热气。他让武士们快点把玉田的儿子桃之助交出来，并向众人宣告，路飞已经在鬼岛屋顶的战斗中丧命。对于路飞战败的消息，小玉流着泪表示不能接受。娜美也站出来怒骂凯多是蜥蜴，坚信路飞是不会死的，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船长会击败任何敌人安全归来。面对娜美的挑衅，凯多没有手下留情，直接喷出一股热息。好在马尔科及时出手，用身体挡住热息，救了娜美一命。小马哥告诉所有人，千万不要自暴自弃，战争还远没有结束。凯多没有继续攻击娜美，开始宣告新鬼岛计划。他不会像大蛇将军一样心慈手软，会将和之国变成武器工厂，所有人都会成为奴隶工作到死。最后凯多强调，必须快点交出桃之助，否则就会战死。武士们并没有被凯多的话吓住，宁可战死也不甘愿成为奴隶。得知路飞被凯多打败之后，桃之助有一些自暴自弃，连路飞都打不倒的人，他们又怎么有办法获胜？大河对此并不接受，鼓励桃之助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即便丢掉性命也不能当奴隶，这才是武士该有的觉悟。见到巨龙凯多加入战场，百兽海贼团的气势得到提升，对战大妈耗尽体力的基德，连普通小兵的偷袭都没能察觉。好在有罗及时出手化解危机，并让基德最好保存体力。接下来他们还需要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看着凯多在战场上无情攻击，娜美依旧不相信路飞会战败，她呼喊着路飞的名字，
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流。躺在鬼岛屋顶的路飞好像听到了那美在呼唤他，心脏开始慢慢的跳动起来。一直在和之国近海的相主也感受到了路飞的心跳，他询问桃之助有没有听到那个异常让人怀念的声音。800年的时间过去，解放之谷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，乔伊波伊归来了，他就在鬼岛屋顶之上。此时路飞一个人静静的躺着，身上冒出一缕缕白色气体，头发也逐渐变成白色，嘴角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。接下来就是尼卡果实觉醒，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登场。路飞觉醒尼卡果实将获得5个神级能力，掌握霸王色的全新用法，能克制暗暗果实。第一个能力是同化周围的任何事物。超人系果实觉醒的最大特点就是同化。多弗朗明哥能让城镇的建筑物变成线，卡卡库利可以把镜子世界变成年糕，他们只是将无生命的物体元素化，路飞却可以对有生命的物体进行同化。对战凯多的时候，让巨龙的身体变成橡胶。从此也能看出，路飞的觉醒能力已经超越普通超人系。第二个是超强的恢复能力。从目前的剧情来看，动物系觉醒能提升力量和恢复能力。海底监狱的狱卒兽属于被动觉醒，恢复能力堪称怪物，被狠狠揍了一顿之后，没过多长时间就能重新投入战斗。路飞觉醒之后，心脏变成解放之骨，能达到瞬间恢复的效果，对伤势和体力的恢复速度远超普通的动物系果实觉醒。从路飞以往的战斗来看，体力消耗过大是比较明显的缺点。对战凯多时被打落鬼岛，吃了卡里布1个月的口粮才能重新战斗。现在有了解放之骨的恢复能力，对路飞战斗的持久性提升很大。第三个是随意制造出武器战斗。从太阳神尼卡的剪影可以看到，他一手拿着剑，一手拿着长矛，从此可以推断出路飞在未来的战斗中也会使用武器来战斗。曾经在恐怖3维帆船时就变成过梦魇，路飞使用过剑战斗，还有与凯多战斗的时候，顺手从空中抓住雷电当做武器。觉醒后，路飞的战斗形式天马行空，很有可能会创造出强大的武器。第四个是霸王色与身体结合的新用法。路飞的2档是将空气注入血液中，增加战斗中的速度；3档是将空气吹进骨头里，拥有巨人族一样强大的力量；4档不仅有速度和力量的提升，还将武装色与人体融合。对战凯多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不用触碰敌人也能造成伤害。接下来路飞将霸王色与身体结合，就是4档的武装色霸气一样，全身覆盖着霸王色，形成不能触碰的铠甲，完全克制暗暗果实。第5个是尼卡召唤同伴的意识。吴老星曾说过，尼卡果实拥有意识，一直在躲避世界政府的抓捕。从路飞以往的战斗中可以发现，他身上还有一股很特殊的意识，将战场上的人会被路飞的精神吸引，逐渐成为他的同伴。鹰眼就曾在顶上战争发现这一点，评价路飞拥有大海上最可怕的力量。随着幻兽众尼卡果实的觉醒，路飞也主动使用这种意识。在最后的大决战完结后，召唤全世界的朋友一起来开宴会。能克制轻质的恶魔果实都有哪些呢？在蜂巢岛对战昔日的恩师卡普，亲自展示出冰冻果实强大的一面。曾经冰封住圣胡安恶狼和大九等人，也让黑胡子都不敢轻易与他交战。不过有5个恶魔果实能克制轻质的冻果实，赤犬的岩浆果实绝对算一个。在顶上战争，轻质将海面冰封，导致包围壁无法升起。黄猿建议赤犬发动岩浆果实来融化冰块，赤犬立马使用流星火山，将海面的冰块全部消除。后来赤犬与轻质在庞克哈萨德争夺元帅，10天10夜的交战过后，赤犬以微弱的优势获胜。是否也能反映出岩浆果实对冻果实有克制作用？当路飞乘坐罗的潜水艇逃走时，轻质立马使用冰河时代，将整个海面冰封，说是阻止路飞逃走，更像是防止海军出动抓捕路飞。黄猿立马甩出8尺琼勾玉，将海面的冰块全部打碎。从此也能看出闪闪果实在破碎冰块方面很好用。贝加庞克在改造暴君熊时，与闪闪果实也做了结合，让他能使用镭射光线对战索隆时能轻而易举融化一把剑。有如此高的温度，融化轻质的冰块也不算难事。艾斯的烧烧果实也能产生很高的温度，当年在马林范多对战轻质，就用火焰融化了冰块爆至嘴。现在是萨博吃下烧烧果实，实力可能比当年的艾斯更强，用火焰来克制轻质的冰块，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能产生高温的恶魔果实还有一颗，就是超人系热果实。曾经的主人是动画原创人物阿奇诺，可以产生1万度的高温，能将刀剑等铁质物品轻松融化，甚至还能制造一个岩浆温泉，再坚硬的冰块也会变成水。后来热果实的主人变成大妈的儿子欧文，也能产生非常高的温度，能瞬间将海水加热到沸腾状态。不过欧文的战斗力太弱，即便果实存在优势，也会被轻质完虐。阵阵果实可谓是最强超人系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轻质在顶上战争对战白胡子，将对方冻成冰块之后，却感叹震动无法被冻住。随后白胡子就将冰块震碎，从此也能看出轻质认定了阵阵果实能克制冻果实。现在是黑胡子吃了阵阵果实，当手下的人被轻质冰封时，他也说了能利用震动粉碎冰块，不过也会粉碎同伴的身体。可见恶魔果实即便存在克制关系，使用得当，战斗力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英雄卡普会不会丧命蜂巢岛？尾田铺垫4处剧情给出答案。先说结果，卡普会安全回到海军基地。剧情1，轻质表明过自己的立场。当初卡普带着 Sword 队员攻击蜂巢岛，轻质第一个站出来与卡普爆发战斗。他强调过自己的立场是确保科比不会逃离蜂巢岛，也就说轻质只会让科比留下，不会取下卡普的性命。即便是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对卡普出手，
凭借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取下卡普的脑袋。早在冰火岛时，多弗朗明哥对斯摩格和海军出手，加入黑胡子海贼团的青雉依旧出手拯救老同事，还明确告诉过斯摩格自己所坚持的立场没有变。现在面对偶像和师傅，青雉更加不可能看着卡普被干掉。剧情2：战国与贺婆婆出动救人。之前的漫画就交代过，战国与贺婆婆知道卡普的行踪，同时还强调了贺婆婆的孙女孔雀也跟在卡普身边。贺婆婆知道蜂巢岛有多危险，必定会出动救自己的孙女。战国和卡普的交情更不用说，也会与贺中江一起去救人。目前的蜂巢岛上，除了青雉以外的人都算不上顶级强者。巨大战舰饿狼被卡普扔入海中，短时间内很难投入战斗。大九乔特一副醉醺醺的模样，火焰攻击完全不能造成伤害。溪流的战斗力还算不错，偷袭卡普成功，自己也受了重伤。还有战斗力未知的皮萨罗，或许算得上一个威胁。这几个人对抗战国与贺婆婆依旧没有任何胜算。要知道卡普和战国2个人就能抵挡整个黑胡子海贼团。剧情3：赤犬会出兵拦截黑胡子。罗与黑胡子在圣者岛的战斗基本告一段落，不过海军一直在监视黑胡子一行人的动向。赤犬也很清楚，只要让黑胡子等人回到蜂巢岛，卡普和 SWORD 成员的安全都无法保证。况且云雀也在其中，她一直被认为是赤犬的女儿。剧情4：黑胡子即便抓捕卡普也不会干掉他。假如黑胡子带着毒 Q 等人赶回蜂巢岛，将卡普击败后，也不会杀掉这位海军英雄。黑胡子当前的目标是让蜂巢岛成为国家，之前抓住科比就是当做筹码与世界政府谈判，现在有了卡普做人质，成功的概率会变得更大。结合上面的4个剧情来看，卡普的安危暂时不用担心，当下最重要的是谁来阻挡皮萨罗的巨大手掌。卡普倒在地上，从表情来看已经非常疲惫，他的副官博加特是不该出手了，毕竟是敢命令卡普的人，也到了表现战斗力的时候。看到卡普在蜂巢岛受伤倒地，让海迷想起尾田曾说过的那句话，路飞会失去一位非常重要的人。当年艾斯在马林范多被赤犬干掉，让路飞认识到海贼世界的残酷，才会听从雷利的建议，让草帽团歇业2年提升实力。随后就在海米间流传一个说法，路飞在之后的冒险中还会失去一位重要的人。有人说是罗宾，他是唯一能读懂远古文字的人，不管是海军还是海贼都想得到他。和之国战争期间，凯多和大妈想要活捉罗宾，吴老星也命令 CP0 的成员必须抓住罗宾。现在鬼岛战争已经完结，罗宾依旧安全的活着。在漫画1087话中，卡普在蜂巢岛对战黑胡子海贼团，为了救科比被溪流偷袭受伤倒在地上，还对科比说了一句别慌张，正义会获得胜利的，给人一种卡普留下遗言要归西的感觉。首先可以确定一点，卡普只是受伤倒地，还没有战败。亲自留守蜂巢岛的目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带走科比，作为卡普的大弟子，自然也不会对恩师下毒手。溪流和其他几位黑胡子海贼团的干部并不强，他们没有足够的战斗力夺走卡普的性命。其次，战国与贺中将已经知道卡普去蜂巢岛，2位海军的老将出马，解救卡普逃走不是问题。再者，黑胡子在圣者岛对战红星海贼团完结，赤犬已经得知黑胡子的动向，必然不会让他顺利离开。只要黑胡子不回蜂巢岛，卡普的性命就绝对安全。如此来看，卡普不会像白胡子一样战死沙场。至于路飞会失去一位亲人，尾田并没有明确说过。尾田曾经在2003年的Jump节上曾说过，草帽团会在未来失去一位重要的伙伴。当时尾田觉得涉及到剧透，所以没有详细展开。从此海米中就有传言，路飞会失去一位亲人。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，尾田向读者强调，路飞会失去一位伙伴，而不是一位亲人。在2003年Jump上的话，是关于梅利号的剧情，那时打算让梅利号结束他的航海之旅。对草帽团的任何一位成员来说，梅利号都是一位伙伴，他的生命卡编号是11，也代表着他是草帽团一员。尾田说路飞会失去重要伙伴，就是在指梅利号结束航行，只是在当年涉及到剧透，才没有向读者做详细的介绍。海米中流传的路飞会失去亲人，现在来看就是谣言。卡普在蜂巢岛受伤倒地，说他会丧命也只是一种猜测，并不是所谓路飞会失去亲人的伏笔。卡普在蜂巢岛的战斗还未结束，现在说他战败还为时过早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希望卡普能安全回到海军基地。在罗格镇的武器店中，老板伊本松告诉索隆，每一把妖刀中都住着恶魔，他们会诅咒使用者让其丧命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更三郎曾对小时候的索隆说过，刀是一种凶器，会有自己的性格，当剑士无法征服他们的时候，就会称之为妖刀。鬼彻系列的妖刀一共有3把，出在鬼彻的品阶最高，属于无上大快刀12弓，它的主人还未确定，据说是吴老心中的光头剑士，他是掌管财政的武神，还是一名动物系果实能力者。即便索隆觉醒了霸王色，也很难打赢这名光头剑士。2代鬼车的品阶稍微低一些，属于大快刀21弓，凭借刀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路飞断定那是一把好刀。不过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并没有展示2代鬼车的特别之处。路飞被凯多用雷鸣八卦秒杀后，2代鬼车也不知去向，最后还是小菊将它归还给了断刀匠飞车。3代鬼车是鬼车系列中品阶最低的一把，属于凉快刀80弓。索隆刚拿到3代鬼车时，靠着强大的气魄将其征服。
在鬼岛屋顶的决战中，索隆使用3把刀砍伤凯多腹部。3代鬼车的品阶低，在之后的战斗中大概率会换掉。炎魔绝对是最凶狠的妖刀，品阶是大快刀21弓，它能擅自释放使用者的武装色，让他们的霸气耗尽而丧命。耕三郎作为炎魔的打造者，评价它是一把能毁灭地狱的刀。光月玉田是第一个使用者，曾在凯多的腹部留下过伤疤。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炎魔，刚拿到手时武装色差点被吸收完。与炎灾镜对战，炎魔再次出来捣乱，差点让索隆在战斗中丧命。最终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才将妖刀炎魔彻底征服。罗手中的鬼窟也是一把妖刀，具体位列什么品阶还未公布。罗主要依靠手术果实战斗，鬼窟在他手中没有表现出特殊功能。在鬼岛对战四皇大妈，罗将手术果实的润附着在刀上，鬼窟变成一把4000米长的大刀，贯穿四皇大妈的身体，让刀身自由伸长和缩短。或许就是鬼窟具备的特殊能力。汉尼拔手中的吸血，据说也是妖刀，并没有吸血的能力。吸血的外形是一把制刀，战斗中能从刀的两端冒出火焰，对战斗力提升并不大，看起来像一个搞杂耍的演员。真正的剑士不会吃恶魔果实，溪流却吃下了透明果实。作为索隆必须打败的敌人，溪流的配刀大概率是妖刀，它的名字叫雷雨，散发着一股让人胆寒的红色血光。每次斩杀敌人后，都会有雨水从刀身流出冲刷血液，很像是吃了和雨水相关的自然系恶魔果实。溪流为什么会嗜血成性？或许是被雷雨反噬导致。期待索隆和溪流的最终决战，那会让索隆的实力再进一步。赤犬心目中能击败藤虎的人，不费吹灰之力搞定洛克斯残党，却打不过赏金2亿9千万的海贼。他吃了可以破土重生的森森果实，能击败抗衡王之双翼的镜河奎因。赤鞘九侠与大河的攻击对他毫无效果，他就是坚持拼命正义的大将荒木。按照黄猿的评价，战斗力真的不输年轻白胡子吗？赤犬打败青雉成为海军元帅后，第一时间开启世界征兵补充战力。绿牛靠着怪物般的实力晋升为大将，直到世界会议召开才第一次登场。当时赤犬命令他将藤虎赶出马林贩毒，绿牛并没有乖乖听话，反而是请对方吃了一碗面。藤虎却主动要求打一架，绿牛立马表示认怂，不愿动手。萨博带着革命军的队长向天龙人宣战，为了拯救曾经的同伴大雄暴露行踪。绿牛的对手是吃了推推果实的巨人茉莉，赏金只有2亿9千万贝利，却能刺穿绿牛的手掌。是巨人茉莉的赏金与实力完全不符，还是大将绿牛的战斗力被高估了呢？在路飞击败凯多的7天之后，赤犬才胆派遣绿牛去和之国善后。镜河奎因率领一众小弟出来对抗绿牛，一灾奎因率先发动攻击，一发激光炮弹被绿牛轻松躲过，小喽啰们紧随其后，惨遭瞬间秒杀。奎因跳到空中也没能幸免，身体被贯穿战败。在绿牛猛烈的攻势下，岩灾镜也落得同样下场。曾经能抗衡王之双翼的2位大看板，在大将绿牛面前居然不堪一击，也难怪绿牛有自信能取下路飞的脑袋。感知到有强者正在入侵和之国，传次郎率领赤鞘武士站出来阻挡。绿牛利用森森果实变成巨大怪物，武士们拼尽全力的攻击没有丝毫效果。鬼之子大河抡起狼牙棒从天而降，朝着绿牛的脑袋就是一棒子。粉色巨龙桃之助也在此刻加入战场，效仿凯多的热息攻击却没能成功，反手就被绿牛用藤蔓控制，无法战斗。赤鞘武士再次发起全力攻击，惨遭藤蔓控制住，行动瞬间战败。大河让桃之助寻找草帽一伙来帮忙，认定绿牛是他们无法战胜的强敌。桃之助不愿继续麻烦路飞他们，作为将军得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和之国，视死如归的决心让他像凯多一样吐出热息。森森果实创造的巨大怪物被燃烧殆尽，绿牛却靠着能力恢复成原本的模样。就在此时，香克斯从和之国近海发动攻击，超强的霸王色霸气让绿牛不能动弹，他不愿看到海军对受伤的路飞等人出手。绿牛也是很给面子，选择乖乖离开。草帽团最强4人组也在关注绿牛的动向，他们始终都表现得很轻松惬意，也是认定海军大将已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从和之国离开后，绿牛来到白胡子的故乡，元七武海白二世正在那里对抗海军，绿牛很轻松便将其击败，送入海底监狱。当时洛克斯海贼团的残党梅斯巴金也在场，也没能阻止绿牛带走自己的儿子。别看白二世只有4亿8千万的赏金，已经击败了多位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，就连大将黄猿也很认可他的实力，表明白二世拥有年轻时白胡子的力量。如果黄猿对白二世的评价没有错，绿牛能将其击败，起码也得有准4皇级别了吧。有哪些神级恶魔果实惨遭埋没？大将级别的战斗力被能力者浪费。都说自然系果实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塔里布所吃的沼泽果实算是例外，对战斗力提升不大，还给自己弄一身黏糊糊的淤泥，注定一辈子单身的命。沼泽果实的能力并不算弱，可以将身体的任何部位变成泥浆，获得沼泽一样强大的吸引力，能将任何事物慢慢吞噬吸入其中。不管是赤犬制造的岩浆弹，还是藤虎召唤的陨石，都能被沼泽吞没。塔里布却把沼泽果实当仓库，用来存储各式各样的武器和粮食，完全没有用来提升战斗力，也导致他出场至今一直被秒杀。武器果实的能力非常简单，
就是将身体变成不同种类的武器，即便是变成威力强大的炮弹爆炸，化成碎片也能恢复成原本模样。Baby 5对武器果实的开发并不会，只能将身体变成普通的武器，对战斗力的提升也不大，场面上看着很华丽，遇到强者就被秒杀。从贝加庞克发明的各种武器来看，也拥有堪比顶级强者的破坏力，甚至有不输远古兵器的圣母烈焰，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整座岛屿。如果 Baby 5能变出如此强大的兵器，战斗力应该能接近大将了吧？看十郎的比比果实能力绝对逆天，能将画出来的任何事物实体化，这简直是造物主一样的能力，画一座金山和一个姑娘轻而易举。不过看十郎的梦想是做一名演员，对绘画能力没有进行提升，画出来的作品质量非常差，也没能让战斗力达到很高的高度。如果能画几条凯多一样的青龙出来，鬼岛战争路飞也不会获胜。比比果实给乌索普吃非常合适，以他深厚的绘画能力当个四皇没问题。凯多和路飞的决斗完结后，才发现幻兽种果实比自然系更加强大。专注高端局的不死鸟马尔科拥有轮番对战3位大将的实力，还有凯多的女儿大河。吃了大口真神果实一度能与凯多单挑，不过八岐大蛇果实算是例外，神级能力被黑炭大蛇彻底浪费了。八岐大蛇是神话故事中的怪物，拥有堪称无敌的破坏能力，可惜在大蛇将军的开发下，八岐大蛇的外貌很丑还很弱智，只是额外增加了8条命，对自己的战斗力没有任何提升。与赤鞘九侠战斗时被瞬间秒杀，也难怪凯多会舍弃他霸占和之国。如果换成一位果实开发天坛师，将八岐大蛇开发到觉醒状态，不能说超越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当一位海上皇帝应该不难吧。